哇，好热啊！大家都知道冬天冷，夏天热，但夏天究竟能有多热？欢迎大家来到死亡谷国家公园。死亡谷西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个干旱沙漠地区，但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国家公园，它就是约书亚树国家公园。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这两个国家公园究竟有什么不一样。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走进美国南加州不一样的风景。经过翻山越岭，穿越戈壁沙漠，我们来到了北美海拔最低的地方——死亡谷国家公园。死亡谷国家公园位于加州东部与内华达交界的地区，属于大盆地和莫哈维沙漠的一部分。这是一片极端而荒凉的土地，它不仅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国家公园，更是一个创造无数记录的极端之地。死亡谷因为极端的高温和干旱而闻名。1913年，这里测得了56.7度的高温，至今仍保持着世界最高温的记录。夏季酷热难耐，空气中弥漫着热浪，仿佛随时会把人吞没。光圈仔带着 Z63 这台偏向于摄像的无反相机，来拍一下荒漠中的不一样的景色。在视频中 Z63 的拍摄画面会被标记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聊聊你对 Z63 的感受。刚进入公园的范围，我们在路边很普通的停靠了一下，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。看起来坚硬的路基，其实表面呢是厚厚的软沙，就像沙滩一样。没错，我们在死亡谷国家公园的路边顶着50度的高温陷车了。我们其实就是想停在边上，然后检查一下刚刚拍的视频素材，但是没想到这个边上这个土啊这么松，所以放了脱困板以后，放了低速四驱，然后把锁给锁上了，一下就出来了。但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个土啊，就是基本上和沙滩上的那个土一样松，但还好装备带的比较齐，有惊无险。好在皮卡的性能不错，通过打开四驱系统和脱困板的方式，最后呢我们也出来了。通过这个小插曲，让我回想起一位前辈曾经教我的话：路边应急停车尽量保持外侧两条轮胎在路面上。玩的一高兴，我彻底把这句话给忘了。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如果我们出不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有惊无险的我们继续出发，前往我们第一个目的地。通过路边的路牌，我们得知我们那一瞬间看到的指示牌的位置就是海平面。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，隐藏着多样的地貌奇观。彩色丘陵像是大地上的调色板，金色的沙丘在晨昏光影呈现出柔美的线条。最特别的当然就是盐碱地了。这里是 Badwater Basin， 北美最低点，海拔是-86米。脚下的盐壳在烈日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六边形的裂纹像是大自然绘制的几何图案。在这片极端的盐碱土壤上，几乎没有植物能够生存，只有边缘的盐灌木顽强地扎根。这里被誉为恶魔的高尔夫球场全部都是盐碱地。离开盐滩，我们前往沙漠的深处。你会遇见金色的 Mesquite Flat 沙丘，风塑造了它们的曲线，光影在沙脊间流动。
清晨和黄昏是这里最美的时刻，沙丘在阳光下仿佛披上了金色的外衣，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沙漠的静谧与无垠。而在 Zabriskie Point， 大地展现出另一种姿态。这里的丘陵由泥石和矿物沉积而成，色彩斑斓，黄、褐、红的层次交织在一起，仿佛大地上的调色板。站在观景台上远望，连绵起伏的山丘像海浪一样凝固在荒漠之中。极端的温差让人感叹大自然的力量。让我还不会说话的女儿告诉你她的感受。没错，就是热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访客中心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如果在这么炎热的天气，因为车辆的轮胎选择不对而爆胎，你的轮毂可能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死亡谷看似荒芜，其实隐藏着顽强的生命。沙子表面将近60-70度的高温，依然还有蚂蚁在爬行，沙漠中依然还有植被在生长，不得不赞叹生命的强大。它的辽阔与荒凉让人仿佛置身外星世界，它的极端与壮丽也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与脆弱。这就是死亡谷国家公园，一个既危险又迷人，既荒凉又壮美的极端之地。大家好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到非洲。开个小玩笑，其实这是位于南加州另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公园，这里就是约书亚树国家公园。形形色色的国家公园我们也去过一些了，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其实并不是很大。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来这儿？因为我们就想看看这片沙漠里奇怪的植物到底能长成什么样。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横跨莫哈维沙漠和科罗拉多沙漠，两大生态系统在此交汇，孕育出丰富的生命。在低地你会看到密集的仙人掌花园，在高处则是广袤的巨石阵和松柏灌木。这公园门口写的啥？ Don't die here， 不要死在这里。这表达这么直白啊！是的，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其中一个吸引的点就在这里，有很多的徒步路线。虽然不能和有山有水的公园相比，但也有人会享受在沙漠戈壁徒步。缺水致死也是这个公园经常出现的事故。这些树太好玩了，好像小毛怪呀。小的是可爱的小毛怪，大的像是穿了厚毛裤的毛怪。虽然名叫九树花 tree， 但其实它不算真正的树，而是斯兰科的一种植物，和龙舌兰、仙人掌是亲戚。那为什么名字里有树呢？因为它长得太像树了，有粗壮的主干，还长出一大堆枝杈，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棵长在沙漠里的外星树。虽然看起来怪，但在公园里看到这样成群的约书亚树，还是会感叹生命的可贵。如此干旱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植物存在，我也丝毫没有因为它们形状的怪异而觉得害怕，反而觉得毛茸茸的，想想还挺可爱。离开约书亚树片区，我们到了奇洛亚仙人掌区，官方称这片为仙人掌花园，也鼓励大家下车近距离欣赏，但一再提醒的就是小心这些仙人掌，因为这些看似毛茸茸可爱的小仙人掌其实是狠角色。奇洛亚仙人掌都是带倒钩的尖刺，轻轻碰一下它就会像跳到你身上，所以才有个外号叫 Jumping Cactus。 阳光下它闪闪发亮，看着很美，但一不小心就会被扎。
虽然没有毒性，但那种不敢用手拿还扎着疼的感觉非常不好受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公园里还有一片区域是巨石区，开车看的时候觉得这片区域不大，下车亲身感受后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其实这些巨石是花岗岩，经过上百万年的风吹日晒和温差作用，它们慢慢裂开剥落，最后尘埃落定，变成徒步区和露营区的细沙。我们在爬著名的骷髅巨石时，随时都能感受上面的石沙很轻易的就能掉下来。九十瓦翠公园有坚韧的一面，在干旱的沙漠里还能长出成片的生命，但它也有脆弱的一面，巨石在时间里慢慢风化成沙，坚强和脆弱并存，这就是大自然的样子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预告一下，下期视频请和我们一起去看看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，记得关注哦。